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水属性的角色。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完成任务后就会送一只的绫罗。绫罗是整个游戏里奶量最大的奶妈，它能治疗全体、持续治疗、净化、免疫和延长增益。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治疗和免疫、净化减益。这两个功能在很多关卡里都很有用，所以绫罗是必练的一个奶妈。绫罗同时也是打奥罗拉必备的好用奶妈，前期可以不点技能，等到要打奥罗拉时再把一技能普攻点到5就可以了。绫罗普攻就可以治疗和净化，真的非常好用。不过类似的技能效果木扇芽也是有的，这是它们好用的地方。绫罗在 PVE 和 PVP 都能用， PVP 主要是在肉队里，可以和浮丘或木扇芽一起上。绫罗需要的属性是速度、治愈率，然后才是生命或防御。绫罗的治疗看的是目标的生命上限，所以才不需要去主升自己的生命属性。博尔涅 PVP 专用的冷门角，大招能驱散全体2个增益，并且可以无视敌方的被动。敌方每减少1个单位，还会额外造成1段伤害。博尔涅强在他普攻就能将造成的伤害1:1为自己回血，再和能追击或反击的矩阵属性搭配，就可以一边攻击一边回血了，也是肉队的主输出之一。博尔涅之所以冷门，是因为他需要的装备实在太专了，结果就是你花了大量资源去培养的装备，就只有他一个人适合使用，实在太耗资源了，所以不建议100级前就去培养他。博尔涅专在他是一个不会暴击的角色，所以他完全不需要暴击和暴伤这2个属性。而这2个属性偏偏都是所有输出最需要的，如果你太早去培养他，就会被卡得很死。所以还是等有看到适合他用的装备，再一点一点的将他养起来会比较好。博尔涅的被动会在战斗开始就按自身一定比例的攻击力来提升自己的生命上限，并且每次攻击都会额外附加自身 30% 最大生命的伤害，所以他需要的属性就只有攻击力、速度和生命。博尔涅本身就是个又肉又能吸血的角色，再加上一般奶妈的回血看的都是目标的生命值，所以博尔涅能恢复的血量也会比其他人更高。由于需要的资源太多了，所以不建议平民去碰这只，算是大佬专用的玩具吧。提亚马特，简称龙妈。龙妈是厄命的加强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为队友分摊伤害和变身。每当龙妈失去或被治疗 13% 生命上限时，都会为自身附加1层浴血。浴血会提升 3% 受到的治疗效果，最高可以叠加20层，不会被驱散。当浴血叠到8层时，龙妈就会进入中烟形态，立即恢复 10% 最大生命值，并获得1次行动回合。龙妈原来的大招能力是消耗自身 30% 生命，给敌方全体造成2段自身 10% 生命上限的伤害，并有 50% 概率附加嘲讽。进入中烟形态后，大招会变成对敌方全体造成自身 15% 最大生命的伤害和 13% 当前生命的真实伤害，并且大招不再需要消耗生命，反而可以获得 20% 回血。中烟形态下的大招不会有冷却时间，每回合都能释放，直到龙妈退出中烟形态为止。中烟形态中的龙妈，第1回合会失去2层浴血，之后每回合失去的浴血层数都会翻倍，直到失去所有浴血层数后，就会退出中烟形态。龙妈的普攻会根据自身生命上限来造成伤害，并且会消耗自身一定血量来造成真实伤害。龙妈的2技能也会消耗自身的血量来为全体友方附加持续恢复和护盾，护盾还会根据龙妈拥有的浴血层数而提升护盾量。你若先攻击了龙妈，它就会很快的进入中烟状态，然后持续用大招来对你输出，并同时为自己回血。你若不先攻击它，它又会为队友添加护盾和持续恢复。而且龙妈的3个技能都会损血，加上能替队友分摊伤害，最终它还是会进入中烟状态，所以在 PVP 上打与不打都会是难事。
龙妈几乎是 PVP 肉队必带的强力角色，喜欢打 PVP 的就建议养起来。PVE 如果你需要用它来磨关卡，也是可以带。龙妈需要的属性是生命、暴击和爆伤。荼蘼极度依赖暴击的水属性输出，每次暴击时，若目标没有刃心花，就必定会附加1回合的刃心花。持有刃心花的目标受到普攻伤害会额外增加，并且被其他队员作为主目标被暴击时，荼蘼也会对其追击1次普攻，但每回合只能触发1次。荼蘼的普攻暴击后，有概率击退目标行动进度。大招会先为我方全体附加暴击率上升，然后才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若暴击了，则有概率附加2回合速度下降。不用说，荼蘼最需要的属性，第一一定是暴击率，然后是爆伤和攻击力。荼蘼也是比较冷门的输出之一，初期 PVP 是有人用的，但现在应该排不上号了。PVE 可以用来打尼可娜拉，但也没有非要它不可的本。新手比较不建议先碰这只，因为它太依赖暴击了，等你有了红色装备和治壳后才来考虑吧。荼蘼的情况和利路摩卡有点类似，它也是水属性常规输出的第一人，但要比暴力和通用性又比不过其他输出，所以新手还是先练其他比较泛用的人物，之后再来考虑还需不需要荼蘼吧。月夜剑也是一位颜值非常高的妹子，她也是一个靠防御来输出的角色，不过其实她只是一名辅助而已。月夜剑是一位专门辅助最高攻的角色，普攻可以增加攻击最高队友的行动进度，2技能有概率对敌方全体附加沉默，并减少我方全体1回合技能和智鞘冷却时间。大招能增加指定队友 100% 行动进度和自身 35% 行动进度，并同时为全队附加攻击上升和速度上升。简单来说，它就是个简化版的黎黎。如果你没有黎黎，它就是 SS2 中最好的替代品。S2 中还有个寻愿多乐斯，也是下位替代。月夜剑本身的技能组是很好用的，国际服没有送黎黎，所以早期在 PVP 和 PVE 其实都可以见到月夜剑的影子。但由于现在大家都有黎黎了，所以月夜剑也就不一定要养了。月夜剑需要的属性是速度、防御和生命。夏达最新平衡调整获得了大提升的角色，主要的能力是偷取增益。夏达是个靠增益来吃饭的角色，每累计获得3次增益，心火就会进化1次。每次进化都会提升自身攻击力、效果抵抗、暴击伤害和受伤降低，最多可进化3次。而且夏达每次进化心火都会减少大招冷却1回合，并多附加1段伤害，这些效果全都是永久的。只要夏达完成了3次心火进化，就可以每回合都释放大招，并享受心火所带来的增益提升了。夏达的大招能使敌方全体防御下降，而且普攻也能偷取增益。夏达和一些初始角色，比如弗雷雅、绫罗搭配，很快就能把心火叠满3层了。夏达是打多奇的第2把交椅，同时也是打列车活动好用的角色之一。多奇本是强在小怪会一直获得增益而被强化，这时夏达就可以把这些增益都偷过来自己使用，顺便也可以降低一下敌方的强度，一石二鸟，这样多奇本就会变得比较好打多了。夏达主要是用在 PVE 的涨副本上，毕竟每回合都可以放大招的含金量很高。夏达使用的智鞘是启示录，它可以在肉队里使用，但又不仅限于肉队。至于 PVP， 它也是打肉队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因为它的防御下降和偷取增益都可以很好的针对肉队。对比利路摩卡，夏达能用的地方会更多，这也是更推荐去培养它的原因。夏达需要的属性是暴击率、攻击力和暴击伤害。贝兹比是一个靠减益和克制来打输出的角色，普攻有概率尽疗，敌方没有一种减益，造成的伤害结果就会提升 10%。若造成了属性克制，则伤害结果会提升至 30%， 最多可以叠加6次。2技能会攻击全体，
若造成了暴击，则可以延长目标所有除了控制以外的减1回合。大招也是攻击全体，并给所有敌方添加受伤增加效果。如果大招暴击了，则可以提升自身的心动进度。和荼蘼很像的一个输出，但需要的能力更多，所以也不适合在前期就培养。它不仅自己需要暴击的能力，还需要有其他队员提供附加减1支援，然后再加上属性克制，才能打出最高的伤害。贝兹比的输出上限绝对比荼蘼高，荼蘼属于追击型，贝兹比则属于爆发型。不过还是那句，贝兹比是比较看环境来使用的输出，一旦首领免疫减1，贝兹比就铁定无法出场了。所以平民还是先养好通用的角色，水属性的输出优先练下达，真没有才来考虑这种比较专的。如果要在荼蘼和贝兹比中做一个选择，我会选择更暴力的贝兹比。贝兹比需要的属性是暴击率、爆伤、攻击。拿鹤专门处理增益的角色，有防御下降、抵抗下降、冰冻、驱散所有增益和无法附加增益的能力。和海因里希一样，只属于特定的对策角色吧，比较不推荐平民去碰这只。宁芙涅2代角色之一，普攻可以使自身抵抗上升，2技能可以平均全队血量，并给予治疗和净化2个减1。大招有免疫、护盾，还有非常高的攻击提升。宁芙涅有2个攻击提升效果，一个是大招直接添加的攻击上升，另一个攻击上升则是来自它的护盾。但你必须要控制好速度，让宁芙涅加盾后输出马上出手，不然盾被打没了，攻击提升的效果就没有了。宁芙涅能提升输出，也能保生存，是个很推荐练起来的角色。宁芙涅 PVP 和 PVE 都能用，可以用来打爆发。需要的属性是速度、生命和防御。最后来做个总结，水属性中比较推荐练起来的角色是 PVP 和 PVE 都能用的绫罗、宁芙涅、提亚马特和夏达。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